这2天，整个社交平台上几乎都被同一条 vlog 刷了屏，没有精致的打光，没有刻意的脚本，有的只是珠海国际赛车场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以及一个被汗水和西瓜同时浸透的王一博。那条高温练车 vlog 用一种最生猛也最温柔的方式，把专业与反差这2个词清清楚楚地写在了每一帧画面上，镜头一开就直接把观众扔进了那个能把人蒸熟的环境里。珠海国际赛车场7月的午后，地表温度指标65摄氏度，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数字，而是只要你踩上去就觉得鞋底发软的实体灼烧感。赛道上的空气被热浪扭曲成波纹，看过去的一切都像隔着一层晃动的水帘，而王一博就坐在那辆密不透风的 GT 赛车座舱里，那里面的温度正逼近50摄氏度，那不是普通的闷热，那是一个把防火赛车服、头盔 Hans 系统全部穿戴整齐之后，如同置身于高温桑拿房再裹上棉被的酷刑。赛车服的阻燃材质本就厚重不透气，为的是在意外起火时给车手留出黄金逃生时间，可在日常训练里，它就成了不折不扣的人体蒸笼。于是我们看到他从赛车中出来的那个镜头，头盔摘下的瞬间，湿透的头发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脸被蒸得泛红，汗水顺着鬓角、下颌线不间断地往下淌，赛车服的前胸后背全都印出大片大片深色的汗渍，拉链拉开，内里的阻燃内衣早已紧贴在皮肤上，真的应了那句形容，浑身都能拧出水来。他甚至没有立刻去接工作人员递来的水，而是先已在车门边定了定神，胸膛起伏着，像是刚从一场脱水战斗里暂时抽身。喝水的时候，喉结上下滚动，品口离嘴时带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轻喘。抬眼看向镜头的那个招呼，睫毛上还挂着细碎的汗珠，眼神里带着沉沉的倦意，却又清澈见底，像被水洗过。那一瞬间，粉丝的心整个揪了起来，弹幕里满是心疼的留言，别太拼了，快让他休息，看着就好累。然而这条 vlog 最神来之笔的地方，就在于所有人都还沉浸在心疼的情绪里时，片尾的彩蛋毫无预兆的劈头盖脸砸了下来，把前一秒积攒的伤感以及粉碎。画面轻快的一转， BGM 也换成俏皮的调子，批房里车队工作人员笑嘻嘻地捧出一整个冰镇西瓜红瓤沙甜凉气丝丝外貌，还有人特意冲着镜头喊了一句，给他留了西瓜尖呢。紧接着王一博接过那块被特意切下来带着最甜一口瓜尖的冰西瓜，什么话都没说，低下头就是一大口。他啃得毫无偶像包袱，腮帮子瞬间塞得鼓鼓囊囊，两颊撑得像只贪嘴的小仓鼠，西瓜汁水沿着嘴角快要淌下来，他又急急地吸溜一下，眼睛微微眯起来，全是心满意足的光。就那么几秒的镜头，愣是把之前所有的心疼全部催化成了铺天盖地的母爱。粉丝圈里俗称的妈粉彻底被激活了，评论区瞬间沸腾，热评第一条就是上一集看他背着手在批房外踱来踱去，眼巴巴看着别人吃西瓜没他的份，差点没急炸。这一集全部给补上了，车队太宠了。但这条 vlog 真正令人上头的，恰恰不是只有可爱。当你嘴角的笑意还没来得及收住，镜头已经不动声色地切到了批房深处那个冷静到近乎肃杀的画面里，那才是王一博的另一张脸。他换上了一件干爽的黑色 T 恤，头发还没来得及卷干，有几缕湿湿的搭在眉骨上方，可他整个人已经沉进了面前那台布满遥测数据的显示器里，屏幕上的曲线密集交错，节气门开度、刹车压力、弯心速度、赛道分段计时，一行行数字无声的流淌。他一手扶着下巴，食指无意识地搭在唇边，眉心微微蹙起，目光像被定在了那些波动的数据上。偶尔他伸出另一只手，在屏幕的某个峰值上点一点，侧头和身旁的工程师低声交谈几句，嘴里清晰蹦出的是入弯点还能再晚2米，3号弯出弯牵引力有点丢，这样十足内行的术语。那张脸和几分钟前啃西瓜时判若两人，所有的稚气与慵懒全数退尽，只剩下一个职业车手在复盘时近乎苛刻的专注。
这就是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专业与反差的共生。他可以在65摄氏度的赛道里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执行每一个操作，从第24位发车，在28分钟内冷静地连超6台车，最终升至第19位。也可以在排位赛里将圈速硬生生提升将近1秒。在职业赛车领域，1秒是个恐怖的概念，那往往意味着对刹车点、走线油门、开合时机的重新理解，是无数圈练习堆出来的肌肉记忆和瞬时判断力。而当他摘下头盔，他又能毫无过度地变成一个抱着西瓜啃到腮帮鼓鼓的少年。那种切换没有半分刻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生来如此。也恰恰是在这条 vlog 引爆流量的同一天，另一则消息从另一条赛道传来，探索心境第2季官宣，7月28日海外开播。这几乎是一种奇妙的互文。在赛道上，他追逐的是1%秒的极致速度；在节目里，他奔赴的是山野丛林、未知之境。一个把身体塞进钢铁机械里对抗物理极限，一个把身体归还给天地去探索自然边界。2条线并行，瞬间刷足了存在感，却也莫名的并不冲突，因为无论哪一面，他都在用一种近乎执拗的认真去面对。粉丝们一边忙着转发赛车 vlog， 一边奔走相告新节目的定档消息，双重的兴奋把社交平台搅得热浪翻滚。也正因为这种实实在在的竞技魅力，珠海站的赛事门票在开售不久便被抢购一空，偌大的看台上座无虚席。赛事官方随后给出的数据更加令人咋舌，本届 ChinaGT 珠海站创下了10年来的满座纪录，看台上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赛车迷，有举着绿色应援手幅的粉丝，还有很多被那条 vlog 打动，第一次走进赛车场的普通人。他们在65摄氏度的热浪下同样汗流浃背，却用山呼海啸的声浪把整条赛道点燃。当王一博驾驶的赛车呼啸着驶过大直道，看台上那片绿色的光海便随之翻涌，那种共振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明星效应，而是一个车手用圈速赢得的纯粹尊重。那条 vlog 之所以能出卷至此，也许就是因为它毫不吝啬的把所有真实都摊在了太阳底下，没有滤镜去美化汗水的狼狈，也没有剪辑去隐藏疲惫的眼神，更没有在收获成绩后摆出任何一丝高高在上的姿态。他只是完整的记录了一个在极端高温下与自己较劲的车手如何咬碎牙关去对抗速度的边界，又如何在一口冰西瓜里毫无保留地变回那个会眯起眼睛笑的年轻人。这种赤裸裸的真实在过度包装的年代里，反而成了一种最锋利的语言。到了最后，粉丝们早已说不清是被哪一面击中，是批房里蹙眉看数据的专注侧脸，还是抱着西瓜腮帮鼓鼓的志气憨态，是湿透的赛车服下那副被疲惫裹住却依然透亮的眼睛，还是发车灯面瞬间那一脚毫不犹豫的全油门。或许答案根本不重要，因为当这2种截然不同的画面被毫无违和地装进同一条 vlog 里时，王一博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那个最生动的注解，一个在65摄氏度赛道上拿圈数说话的年轻车手，也是一个会被一块西瓜尖轻易哄开心的大男孩。专业与反差全在脸上，而每一个看过这条 vlog 的人都心甘情愿地把进度条一遍又一遍拉回最开始的地方。